我老公和女大学生在电影院偷偷牵手，他摘婚戒的举动被路人拍下，发到某音公开处刑。我赶紧私信博主删帖，博主误会我是心虚的小三，口诛笔伐中，我只好解释，不是，我是他老婆。我老公这种吃绝户的惯犯，务必和小三修成正果啊。我老公今晚第8次提到姚雪这个名字，从进门换鞋就开始碎碎念，吃饭时嘴也不闲着，软磨硬泡让我帮他报上评优项目，结果讲演当天睡过头，现在的小姑娘呀。他说着吐槽的话，唇边却噙着宠溺的笑意。我拿着筷子的手抖了一下，没来由的觉得这人不能要吗？我老公何书钦是年轻有为的大学讲师，他口中的小姑娘是他带的大学生姚雪。我在他朋友圈发的活动照片里看到过姚雪，一个笑起来心眼弯弯的女生，总是站在他旁边。我也说不清自己是哪个瞬间感觉不对劲的，或许是何书谦越来越频繁的提到姚雪的日常琐事，或许是何书琴会去参加以前吃这一笔的社团活动，次次发大合照留念，或许是何书谦会暂停游戏回复他的信息。我用余光扫到，不是什么10万火鸡，只是2点个食堂的奶茶好喝。这样心里糊涂的人也能考上你们大学吗？我婆婆嘴里的菜还没咽下去，咬字含糊不清，但不影响语气里的刻薄。野鸡大学毕业，人在大业的小姑子何淑娜翻了个白眼，家乡带棒的说，人家有个做副校长的好爸爸，多糊涂都不要紧。看，何淑娜才在我家住了几周，都已经听熟了姚写的77888，婆婆眸中金光一闪，会让不明的瞥了我一眼。我本来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要说，好消息说我要升职了，升职后不仅年薪会涨一大截，还能拿到员工股权。坏消息是升职后我得去菲律宾派驻，协助公司从0比1开展东南亚的业务板块。你现在这条业务线会整体优化，如果不接受派驻，你原本的岗位也没了。HR 上无冷冰冰的通知我，我当时脑子还留在何书钦刚发的朋友圈照片上，是2杯爱在一起的奶茶，反应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我要被裁员了。可我是同级别里最卷的人，以前市场好的时候，我在办公楼的洗手间冲的凉，继续通宵对应境外的客户和供应商都是常识。这条业务线也是我亲手带出低谷，面对我连珠炮弹的质问，我的上级他的口气，这是市场不景气的影响，不是哪个员工的原因。而且公司也考虑到你的优秀，不是给你选择了吗？给我的选择就是把我一个人扔到境外，咱卖一次命，帮公司做大做强。我摔满曲，上级还在背后，还让我记得尽快回复 HR。回到工位冷静了几分钟，刚才在上级办公室的硬气，先打个半折。这2年的就业形势，不说寒冬吧，至少是深秋。我这样互联网大厂的中层，过江之鲫似的流入市场，大半年找不到合适岗位的比比皆是。何书钦的工作看了体面，工资单上的数字实在寒碜，而且婆婆没有养老金，小姑子之间还在啃老，我算是主要经济来源。好在她和我们一下的那套房子是何家全款买的，我俩没有房贷的负担，婚后至今也攒下了一些钱，不至于太措手不及。但要不要直接拒绝去派驻，我还是想和何舒淇商量一下。就在刚才我不想商量了，我很不情愿的推测他会力劝我接受派驻，然后我在今晚累死累活给这家赚钱，他陪着副校长的漂亮女儿挥洒青春。至于婆婆和小姑子，女俩早就明嘲暗讽的挑打过我，家里好不容易飞出来，何淑钦这个一表人才的高材生，用毛足浸在寸土寸金的身世，全款买了套大房子，本来是非白富美不考虑的，谁知道我哥杜博耽搁了，只好去相亲。其他相亲女太物质，有套房还不够，还对她的工资和我家条件挑三拣茶，嫂子运气好啊，差点就成大龄剩女了。何淑娜这是第1次来我家，与主人似的巡视的几圈，还不忘意于我。如果何淑钦真的能搞定鸟血，和家人只会双手赞成他升级换代。有个事，我要被裁员了。我放下筷子，打断其他3个人关于姚雪和他的副校长爸爸的讨论，活过一脸呆滞。现在消化裁员的意思。何淑钦转头看我，
正要张口，何淑娜惊呼，那房贷怎么办？什么房贷？这套房子不是全款买的吗？婆婆赶紧用手肘对何淑娜，何淑娜也意识到失言，干笑两声说记错了。我狐疑的回望何淑清，她脸上慌乱一闪而过，换上忧心忡忡的表情，这么突然，离之于期是哪天？赔偿方案呢？不出所料，关注点是钱。听到赔偿，婆婆和小姑子也竖起耳朵，我摇头，说不一定有赔偿。婆婆趴着把筷子一摔，连声抱怨，去企业上班，就是不如有编制的，什么大公司，什么管理层，还不是说开除就开除，说你多少次，相夫教子才是正事，全被你那个日夜部分的工作蹉跎了。我心头火起，去年我用年终奖买了辆特斯拉，和舒心载着他多风时，他可不是这副腔调。妈，要是没有我这个工作，用什么相夫教子？用舒心一个月6、7千的工资吗？还是你和爸能接近我们点？我面不改色的家财八饭，婆婆像被钻住脖子的蛤蟆，只剩瞪眼。小姑子听不下去，她还指望我再给她买个大牌包包呢。嫂子，那你赶紧找工作呀，找个赚更多的。我莞尔，哟，这可说不准，我也没有做领导的好爸爸，先找起来吧，咱们节衣缩食，总能撑一段时间。好。何树清柔声安抚，实际又把皮球踢给了我。婆婆见她起身收拾碗筷，脸色微变，扬手制止。苏晴，既然你不忙工作了，就多做点家务吧。现在我儿子是这家的支柱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对，该他主外，你主内了。说完还朝何树清使眼色，仿佛坐在他对面的我是个盲人。何淑清的动作迟疑了一下，大概是接收到他妈的信号，把碗筷放下后朝我道，我陪妈出去散散步，你吃完后把碗筷收拾了。我嗯里声，本来就是大伙过日子，少赚点就得多干点。我和何淑清是相亲认识，曾几何时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何淑娜说的，捡漏了。我毕业入职时，恰逢互联网行业高跟猛进的阶段，人人都想打鸡血似的工作。一眨眼就到了要被调侃大龄剩女的年纪，或许因为我的父母是为结婚而结婚的类型，我对婚姻并没有美好的幻想，更谈不上渴望。可父母催婚的激进程度与日俱增，到奶奶病危时，我爸都像魔怔了，你不结婚，爸妈的任务就没有完成，你不孝啊，你奶奶昏迷时都念叨你，你大伯提到你也总叹气，你让爸爸抬不起头，爸妈养你这么大，你却只顾自己享受，我怎么会有你这么自私自利的女儿？我看着我爸在视频电话里哭着扇自荐耳光，简直要怀疑他被清朝人夺舍了。而且我奶奶才不会念叨我，她眼里只有我大伯和大伯的儿子，她的宝贝孙子。我大伯每次见到我爸都用我还没结婚来戳他肺管子，只是想借此打压我爸，让他自动放弃继承爷奶的遗产。苏晴要是结了婚，自有富家去养他，况且他这个年纪还没结婚，万一孤独终老，花不完的钱怎么办啊？女儿都是泼出去的水，咱们老苏家的家产得留给苏光耀。苏光耀是我堂哥的名字，大伯的独子。他作为老苏家这一辈的独苗，从小就被宠了没边，磕磕绊绊的念完高中，连3本都没考上。专科毕业后，被爷托关系赛进一家小公司打工，没几天就抱怨太拘束，试用期没到，就因为多次宽工被解雇。我考进一流大学，牺牲互联网大厂，3年连跳3级，拿到相当于堂哥年薪的月薪。这些他人眼里的成就，因为性别的原罪，在我爸家的亲戚眼里一文不值。再加上我没结婚，他们甚至认为我不应该独立，拥有任何财产，哪怕这财产是我自己挣的。我起先没把他们的歪心思当回事，我爸不受爷买偏爱，原本也分不到多少遗产，我家的钱他们还能勉强不成，直到我爸哭天抢地，劝我抓住没人介绍的何树清，因为他名下有套全款买的新房。我们家买得起房呀，何必这么在意人家有没有房？我疑惑反问，我爸眼神躲闪，东岛能有套现成的总是好事。我心中警铃大作，硬拉着我爸去银行查余额和流水，结果发现我家的存款已经被大伯以堂哥结婚买房为由借走大半。借条呢？我妈气急败坏的问我爸，揪住他不松手，亲兄弟打什么借条？
还不是因为小琴一直没结婚，否则我能把钱给大哥吗？我爸打掉他的手，梗得脖子反驳。最终我选择和何淑清结婚，倒不是因为他的房子，一来是我爸3天一小闹，5天一大闹，让我根本没办法正常生活；二来是何淑清高巧白净，人也温和，更难得的是他在高校的教职工作，金融和互联网行业的男员工都喜欢找做老师的配偶，原因无他，方便自己做甩手掌柜，这种快乐，女人凭什么不能提过一把？我爸听到这个理由后心有戚戚，一养我工作也没多出色，就敢让老公做家庭主妇。你让我妈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，你工作又有多出色？20年的科长。从得知他借钱给大伯家之后，我对他再没好脸色。那些钱是父母这辈子的积蓄，我都没打算用来给自己买房，而是想留给他们俩养老。他倒好，舍己为人，上赶着送给他们老苏家的独苗。不知道他想过没有，以后他和我妈头疼脑热，求医问药的时候，我堂哥会不会真图报？婚前我就和何淑清约法3章，我需要他个人的征信报告和房屋全款购买的证明，婚后家务主要由他负责或者聘请家政，当然我的收入会吸收存入家庭账户。他后婆婆再三确认我是独生女之后，竟然接受我的条件，还大方地免的嫁妆，也是。娘家的家产早晚都是我的，我的不就是何淑清的，要什么嫁妆？何淑清把征信报告和购房凭证给我的时候，细写到我俩不想要结婚，倒想要交易，我插议，相亲结婚，不谈交易条件谈什么？花前月下忙，我一直觉得我和何淑清算得上各取所需，所以至今琴瑟和谐，我的收入也1月放在他开户的家庭账户里。他每个月会把理财情况和大头开支都列明发我，但先是姚写的频频出现，再是何叔那一句房贷，我怀疑自己对婚姻这件事还是大意了。舒娜说房贷是什么呀？晚上躺在床上，我冷不丁问何淑清，他正抱着手机傻乐，闻言一怔，本能的遮住手机屏幕后抬眼。舒娜口误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脑子不好，不说实话是吧？我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，浑喉很快发现何淑清温柔腼腆，只是因为没主见，人心都是骗的，父母也不例外。我爷爷奶奶偏爱长子长孙，何淑清的爸妈偏爱小女儿。何淑清从小就被强势的婆婆规训成3好儿子，他们也才是家里要心情不甘比月亮的那个。我偷看了一张照片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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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了一张照片。我的钱呢？上个月他发给我的约解图里还是7位数啊！我把尖叫声声压在嗓子里，一笔一笔去看明细。他每月会固定给2个账号转账，系统自动备注是本期还款。再点开微信，果不其然，他和婆婆小姑子有个小群，里面只有今天的对话，应该是还没来及删。对话看得我心惊怨跳，比银行卡里的数字还让人心寒。这套所谓的全款房是和家人东拼西凑借贷买的，和淑清抵押婆婆那套在郊区的老房子借了大部分，又以个人名义借了小部分，都是从不正规的金融机构走的线下借款，何淑清的征信报告上根本没有记录。怪不得何淑娜说房贷，借贷一次性父亲房款，怎么就不算是房贷？何淑清明面上出了一套房，实际是空手套白狼，即便被我识破，他们也无所畏惧。我的积蓄已经全填进这套房子里，万一再有1、2伴女，我还不是只能忍气吞声。和家人一合计，打算继续瞒住我，先催我去找新工作。何老师睡了吗？突然弹出一条信息，打断我的心乱如麻，是姚写。今晚之前，何淑清是个合格的人生搭子，她几乎100%执行了我们的约定，婚后嫌少让我对家事费心，洗衣做饭打扫采买，她多做的井井有条。
我到现在连水电费在哪缴都不清楚，我从不奢望虚幻的一见钟情，但不得不承认日久生情。我日久生情的人，竟是个月月用我的积蓄还商业贷，还发假的约额截图骗我的人。我盯着何淑清的睡脸，感受着自己3年里积累的熟人、信任和依赖，在这个有些凉意的春夜里，一点一滴消失殆尽。我点进输入框，几秒后又退出和姚写的对话，他那边看到的就是对方反复在输入，却欲言又止。20岁出头的小女生，哪经得起暧昧对象撩拨，热切的直抒胸臆。何老师，我约朋友看电影，但被他放鸽子了，你下周末有空吗？我请你。调皮吐舌点 JPG。我关掉微信，让何淑清明早心花怒放的回复他吧，他也没多少日子可高兴了。接下来几天，我故意不去办公室，在家唉声叹气，婆婆和小姑子肉眼可见的焦虑，连一向谦谦君子状的何淑清都绷不住了，毕竟明天就是本月的还款日。虽然几张卡里的钱凑一凑勉强能还上，但一家人还得吃喝，而且下个还款日怎么打发？那些不正规的金融机构才不跟你讲武德，一切没还上，人家立马上门追债。你不出去找工作吗？何淑清用筷子翻着我炒的半生不熟的菜，没好气的开口。我苦着脸说离职日期还没定，不方便去找新工作，连赔偿都没有，你管哪天是离职日呢？早点找到早点走，太急了。婆婆和小姑子对视一眼，没吭声。他俩想出一个办法，我要是下个还款日前找不到新工作，就让何淑清把我俩的资产都转到何淑娜名下，包括这套房子、那辆特斯拉和仅剩了一点存款。因为债务人是何淑清，即使债权人能把抵押的老房子收走，这样至少能保住新房和车。那天夜里，我在何淑清手机里装了监视软件，昨晚她的婆婆在何家的3人群里提议这个方案时，几乎在被窝里冷笑出声。何淑清至今没表态，这样一来，她可就成了孑然一身的百万富翁。何淑娜因获得福成了房车2全的小富婆，她怎么可能甘心？当晚我拍了拍辗转反侧的何淑清，轻声问她，老公，咱们家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？何淑清先是嘴硬，说只是为我被裁员发愁。我佯装歉疚，话锋一转，提到家里的积蓄，这几年存的钱足够咱们日常开销，你别太担心，就算添丁，我娘家多少也能贴补鞋。何淑清的眼神听到暂前暗了一夜，但听到娘家贴补又亮了起来。对了，你家那套公房有动迁的消息了吗？她炙热地看着我，坐直身体。我摆摆手，那套公房从我小时候就说要动迁，哪会不是狼来了？她长吁一声，摆了半截。我柔声又问一遍，是不是遇到难处？以我夫妻同心，再难也能熬过去。何淑清的目光在我脸上游走许久，桥头去尾，把负债的事告诉了我。不过借贷原因只字不提挽房，只说是给公公还有何淑娜治病需要。公公因为癫痫常年住院，去年不知离世。我到那时才得知，何淑娜也有一传心变险，她在家里买了医保，买了看病，花了不少钱。她满脸惭愧地说，不是有意欺瞒我，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张口。小晴，我太怕失去你了，你能原谅我的对不对？可这套房子是我们俩的家，车也是你赚钱买的，我肯定不愿意转到淑娜名下，但不转的话，还不上贷款就会被债权人收走。你看能不能问问咱爸妈？他口中的咱爸妈，自然是我爸我妈。好家伙，把我一个人吃干抹净还不够，还想把我父母也掀起了。我故作为难，说贷款金额太高，我爸妈只怕爱莫能助。我家的情况很清楚，奶奶走时把2间商铺都留给大伯，我爸只分到1间公房，继续更别提了，大头都被大伯家搜刮走了。何淑清知道这些事，但此时听来还是太阳穴直跳，恨不能连夜上门让我大伯还钱。我妈拉下脸去要过多少次，一分没要到不说，每次都被冷嘲热讽一顿。我声音里已经带上哭腔。何淑清极少见到我软弱无助的模样，男人的保护欲设施被激发，长臂一伸把我圈在怀里。放心，我再想想办法，你也抓紧找工作，绝不能把咱们的车房转对我妹。我仰头看他，泪眼阴地说，
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工作，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假离婚，何淑清的呢？重复我的话，我重重点头，给他看我这几天搜集的报道和律师文章，把房车都转到你名下，然后办离婚就能躲债。他仍是将信将疑，对呀，就和把房车转给叔那是一个道理，我们俩再签一份合同，写明这些都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你不用怕追不回来。我信誓旦旦，不过我没催促他当场表态，而是体贴的让他谨慎决定。他点头说是得好好想想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打开监控软件，毫不意外的看到何淑清果然去找我婆婆商量这件事，婆婆自然倾向于把房车转给她妹，而不是我这个外人。可婆婆越是劝阻，她就越觉得她妈有私心，要把她的东西抢走送给何淑娜。她也有私心，不只是独吞财产，她想把刀姚写。她和姚写进展到只差一层窗户纸了，姚写是不是拿自己的追求者来殴她，逼得她问出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姚雪反而玩起欲擒故纵，说自己不想插足别人家庭，他爸也绝不会同意他和已婚男人纠缠，所以和我离婚他才可以正大光明的和姚雪在一起。若真是修成正果，他既能分走我手里的一半财产，又能抱得白富美归，连吃两家绝户，岂不美哉？我比他还着急，天天祈祷这俩人别再磨磨唧唧玩纯爱，因为我家的公房真的要动迁了。寡居的奶奶在我婚后不久病逝，留给大伯的10市中心的2间商铺，每月租金就有大几万。我爸分到一间40平的公房，为黄金地段不假，但公房没产权又破旧，不能卖也没人租。虽说公房所在地段一直传闻要动迁，传了10几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。我回公司签派驻合同那天，接到我妈电话，她说居委会的老朋友悄悄透露，下个月就会公布动迁方案。我心里一紧，大伯家要是听说了，指不定会怎么胡搅蛮缠。妈，你尽快准备公房承作人变更的资料，从我爸变更成我，资料备齐后先别去办，等我指示。我再三嘱咐，将我一次又一次垂头丧气的从外面回来。何淑清不再犹豫，我始终找不到新工作，可还款日不会等人。何淑娜更是一天催她无数次去办过户手续。趁着婆婆带何淑娜去医院定期复诊，何淑清拉着我去了民政局。听到要经过30天冷静期才能拿到离婚证，她不冷静了。我和她自愿离婚，还有什么好冷静的？窗口人员见过也坚定点头，说好吧，你们可以考虑起诉离婚，法院调解只需要1周左右。何先生，你确定净身出户吗？我看你没什么过错啊。调解员透过玻璃镜片打量何淑清，听到何淑清说确定，我在袖子中钻紧的双拳才放松。多好的男人呀，担心你被裁员没收入，就同意把车房都给你，怎么就过不下去了？调解员把笔录拿给我签字时，惋惜的低语，我笑笑，这好男人给你要不要？调解书要7天后才能拿到，到时才能去办过户手续。何淑清怕婆婆和小姑子知道，会吵闹不休，瞒得死死的，我这边谁也没告诉，确保办过户前风平浪静。没想到幺骡子没出在家里，出在外面。何淑清说学校有事，周6一大早就出了门。我心知肚明，他是去陪姚雪看电影、逛展览，还帮他选了套潇洒的米白色休闲装。我每次自得在家算日子，周一应该就能收到调解书。堂哥一个电话打破我的安逸，小秦啊，你和妹子离婚了。苏光耀的声音听不出一丝关心，懒洋洋的像吊蛰伏的毒蛇。我张口结舌的点开他转对我的视频，是一个某音博主半小时前发布的，提醒穿米白色休闲装了男士的妻子，你老公出轨了，小三管他叫老师。视频里是一男一女的背影，紧挨着坐在电影院里，看上去电影刚散场，男女本来耳边厮磨，十指紧扣，突然女生好像看到什么，把男人的手一甩，你不是说和他离婚了吗？怎么还戴着婚戒？女生娇声迟到，做事要走，男人赶紧拉住，一边扎婚戒一边婉语道歉。视频里看不到俩人的正脸，但熟人还是能辨认出来，男的是何树清，女的是姚雪。我心中暗骂，真是败事有余，约个会还能落到路人的眼。我先3言2语打发到堂哥，说何树清在学校待着，
他认错人了，然后马上私信博主，让他删帖。博主正好在线，秒回3个问号，你是当事人吧？那个小女生只3当3，有脸做没脸认，骂得深得我心。但现在不是同仇敌忾的时候，我赶忙解释我就是视频里出轨男的妻子，并把结婚证模糊掉名字发给他。博主确认我的身份后删掉了视频，怒气不争的补了一句，你是打算继续装聋作哑？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？我回了句谢谢，没再多说。我相信这个博主的热心和正直，但他除了耐心听我抱怨，也做不了别的，更何况人家没有义务解决我的困境。我一直不擅长求助他人，同样也抗拒别人的逾矩行为，所以我从小就被奶奶说冷心冷面，不是个好女人。我拒绝借钱给堂哥是没亲情，不愿结婚是怕吃苦，退组怀孕时怠于享乐，仿非一个女人，想要愉快生活就是自私自利，不然尽自己供养兄弟丈夫就是坏女人。那我还是继续做坏女人吧，这种好女人的标准，普度众生的菩萨也吃不消。监控软件提示我，堂哥在我这碰壁后，去联系了何淑清。我妹子天真，我可不傻，视频里就是你，那女的是你们学校的大学生吧？师生恋还是出轨？我要向校领导举报。苏光耀可不是想给我出气，他是看到前几天我在朋友圈转发的招聘信息，何淑清的大学在招编外人员，所以我虽然没有编制，但大学里的工作清闲又稳定，说出去也好听。他去年因为嫖娼被离婚，净身出户，我大伯和事娘马不停蹄，给他安排上一轮又一轮相亲，全因为他无业有名的身份黄了。何淑清火急火燎赶回家，进门先把我拽进卧室里，堵车发誓，小晴，视频里的不是我，我一直在办公室，王辉能帮我作证。王辉是他的9楼同事，肯定会帮他作证。何淑清唯恐我察觉他骑立着马，这样万一他和姚雪吹了，还有我这个备胎，我当然是相信他。可你哥非要把这件事捅到学校去，纵然我亲者自亲，但人言可畏啊。何淑清抱头坐在床边，我本来很心神，虽然这个变故是意料之外，总算是在朝着我转发招聘信息时的计划发展。要不答应帮他安排工作，我试探的开口，何淑清断然拒绝，说大学的编外人员也要本科文凭，否则他早想办法给何淑娜找个位置了。咱们和他说好，只能帮他进笔试和面试，面不面地上看他自己。我循循善诱，他会接受吗？何淑欣抬头茫然看我，你把报名搞定，我去跟苏光耀说。我主动揽下和堂哥交涉的任务，大伯和苏光耀看着我交给他们的报名记录和笔试通知，喜笑颜开。舒心只是讲师，我们也就能做到这一步了。但光耀哥相貌堂堂又会说话，我相信一定没问题的。大伯乐的嘴都要离到耳朵，说那是自然，不过您之前借我家钱的事，舒琴一直耿耿于怀，这次堂哥又拿莫须有的事去威胁他，他心里有气，只怕不好好打点。我为难的叹息，以附和娘家人交心的姿态。苏光耀一拍桌子，叫校长他敢不好好打点，自己就要去学校举报。大伯不像他儿子一根筋，明白重点是让苏光耀得到工作，而不是搞臭和淑亲。他听出我言外之意，眸色一沉，你有什么条件？我讪笑，说一家人提什么条件不条件，你能把钱还上当然是最好，要是手头紧就补张借条，不好拿回去劝劝淑亲。给我爸打借条，在他眼里和开张空头支票明区别。略一思索后，大伯当即同意。怎么还有利息？还是这么高的利率？他皱眉看着我写的借条，哎呀，这不是让淑亲顺气吗？我收好他签名按手印的借条，拍胸脯保证敦促和淑亲送佛送到西。确认离婚的民事调解书如期而至，我和何淑清当天就拿着调解书办好房子的过户手续。他主动提出暂时搬离这条房子，以划清他和车房的关系，还有原因他没说，搬出去才好和姚雪同居。婆婆和小姑子直到看见何淑清给他们打包好的行李，才知道我和他假订婚了。婆婆勃然大怒，把这个一向听话的儿子的判定行为怪到我头上，她正骂得唾沫横飞，一场空欢喜的小姑子受不了刺激开始抽搐，眼看又要犯病。
我立即把120把母女俩拉走，要出事也别在我房子里出事。随着救护车的鸣笛声渐行渐远，我被很久没感受过的安静包围，紧绷太多天的神经缓缓舒展，我长吐一口气，觉得身心俱疲。小晴，动迁方案下周5公布，你记得抽空来签字。我妈发来信息，我拿到调解书那天，让我妈办好了承作人变更的手续，否则签约权和领款账户在我爸名下总是让人不安心。我强打精神，拖着步子走到洗手间洗了把脸，现在还不能松懈，等大伯家和何家收到动迁的风声，又是一场硬仗。我数了3遍动迁补偿款后面的0，确定没算错后，大笔一挥，还没走出迁日处的门，何淑清的电话就来了。一接通，先是他妈亲热的声音：小晴，咱家的公房要动迁了，仿佛上周堵着门，把我全家骂遍的不是他，怎么就是咱家了？我不知可否。补偿款有多少？什么时候到账？有了这笔钱就能还清贷款，一还清我们就复婚。债权人起诉查封了那套老房子，排天天上门追讨差额，马和舒娜哭得我头都大了。何树清兴奋地啰嗦半天，间接意识到我一言不发。小晴，老婆，你说话啊！我成了口气，一字一句道：何先生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家的房子动迁与否，补偿款有多少，都和你无关。至于复婚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我没有和你复婚的意愿。听同了一片死寂，估计对面3位人的脑腔都要沸腾了。何舒那一声尖叫划破寂静，木齿，我果然是贪图他们家家产的贼，是讹诈他哥的骗子。我说这个女人心机重，你就是不相信我，现在你背上一身债，我们的房子车子都被他卷走了。何舒那只骂我还不过瘾，转通埋怨何淑清，你们的房子车子是用我的收入买的，房子再用我的继续还贷，里面有你妈、你哥的1分钱吗？至于背着一身债，谁借的钱谁来还，很公平。我能反驳？何淑清回过味来，抢过手机结结巴巴的问我，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嗤笑，奉劝他和他妈以后别再把他人当傻子，不然还得被扔上一颗。骗子，你少得意。他妈狠狠呸了一声，说何淑清手里还有那份过2000的合同证明，这套房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他现在就带他儿子去起诉，要求分割房产。你们是假离婚，讨债的不会放过你，动迁款也有我儿子一份。我没等他说完就挂着电话，快去吧，我正等一个了断。大伯听说动迁的消息后，第一时间赶到我爸身边，软硬兼施，涕泪横流。你职责的工作和婚事都没着落，他心里不好受，平时买表买车打赏女主播，我们都随他，谁知道他嫌商铺租金不够花，偷偷把铺子都抵押借款了。我和你嫂子拿什么还？那可是咱家的祖产，二弟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祖产被反面拍卖啊！一句话，要用公房的动迁款去还我堂哥的欠债，我爸心有余力不足，只好尴尬坦白，说承宗人已经由他变成了我，一提我大伯登时翻脸，小秦这个白眼狼，满口应承让舒琴给光耀安排工作，别说变明面上了，连面试都没进。光耀去找舒清问情况，刚开始他还花言巧语推诿，最近直接让大学保安把光耀赶出门。我大伯说到最后六亲不认，连我是狗崽子这样的话都骂出来，我心不在焉的听我妈絮叨，手底下忙着填写菲律宾的工作签证和探亲签证申请材料。苏光耀之前不时会去找何淑清问笔试结果和面试进展，何淑清都是虚与委蛇一番。苏光耀吐槽说钱不够花，想找妹夫匀点时，何淑清还把他之前借款的机构推荐给苏光耀，小机构门槛低，放款快起不上征信，苏光耀还为此感谢过他。最近嘛，何淑清正因为觉得被我骗了一肚子血火，苏光耀送上门就是出眉头，法院传票还没到，姚雪先联系上我，不知道他在哪找到我的电话号码，为我建1年，你别再纠缠何老师了。这期未脱的小女生开门见山，姚雪留眉紧皱，说她看到了何淑清的起诉申请，你是不是要和他复婚，还非说你俩是假离婚，他娶你只是为了让他妈高兴，他说和你根本没有共同语言，我才是他的怦然心动，我符合，
苦思冥想，怎么叫醒这个被何淑清洗脑的姑娘。姚雪见我为难，以为我要吃苦肉计，劝她放手，积极开口，我怀孕了，你没戏的。算了，放弃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，我再三向姚雪承诺，不会和何淑清复婚。她志得意满地起身，找个好点的医院做孕检。我没忍住，出言提醒。姚雪从鼻子里哼了声，说何老师自会照顾她。法院传票终于姗姗来迟，我准时出席。何淑清绘声绘色的描述我是如何欺骗她假离婚，又侵占车房，还瞒着她，临走应该是夫妻财产的动迁补偿款。坐在旁听席上的婆婆和小姑子几次三番激动插嘴，被法官警告，再扰乱法庭纪律，就责令退出才闭嘴。你们办结了离婚登记和不动产过户手续，离婚和房产过户都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而且何先生你的欠款是在婚前一个人名义借的，苏女士取得公房承租权是在离婚后，没有证据证明苏女士应该为借款负责，公房动迁赔偿款也不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法官一锤定音，何淑清量出那张合同，说他后约定好他净身出户，只为躲债，车房仍有他一半。法官自此细细看完合同，给执行局打了个电话，执行局正在找何淑清，因为债权人得知他是假离婚后，当即联系执行厅，提供新的财产线索，要求查封这套转移到武名下的房产。执行庭需要向何淑清核实情况，何淑清他妈说到做到，把我和何淑清假离婚的事告诉了债权人，我只是添了把火，在债权人上门时，拿出法院确认离婚和何淑清净身出户的调解书，撒泼说有本事就去执行局申请查封。没错，苏晴告诉我先离婚，再把房子转到他名下，就能躲债，我才转的。何淑清大声回答，在执行局以涉嫌转移财产，拒绝执行法院生效裁定为由，将何淑清带走司法拘留时，他还一头雾水的高喊，为什么带他不带我？我既不是债务人，也不是被执行人，怎么会带我？到菲律宾后，我就像一夜回到刚入职，小小的办公室只有3个人，我身兼销售、采购和市场多职，经常熬到凌晨在办公室和燕窝，忙碌的日子过得飞快。我在路上抽空刷朋友圈时，看到王辉这个名字，反应了好久才记起他是何淑清的同事。他发了几张在医院里的合照，照片里的何淑清像老了10岁，抱着刚出生的婴儿。文案大意是，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，人到中年总是艰难云云。有意思，按理来说，去医院探望家里添丁的友人，不该配这么苍凉苦涩的文案啊。下午去机场接我妈，虽然早就给她办好了探亲签证，但因为要处理动迁安置和商铺转让的手续，她到现在才得空来。商铺就是大伯家的2套被堂哥抵押的商铺，因为欠款逾期被反原拍卖，经济形势不好，2套商铺流拍3次也无人竞拍，只能挂拍变卖，变卖价格几乎是市场价来腰斩。出过前一天，我拿着那张借条敲响大伯家的门，大伯婶娘，商铺按变卖价转给我之后，这张借条一笔勾销，差了我补上。您之前也说过，这是苏家祖宅，咱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给外人啊，不然这张借条我也得去起诉还债了。我大伯当时脸色铁青，手抖得拿不住笔，半年没见，我妈像变了的人，今年的尾顿，枯槁一层空，神采奕地坐在副驾，一会看风景，一会自拍。我问他遇到什么乐事，我妈撇撇嘴，说自己手里有钱了，事事都是乐事。哦，你那个前夫再婚了，生了晚儿子，你猜怎么着？孩子有遗传性癫痫，他老婆娘家怨他隐瞒家族病史，天天闹得鸡飞狗跳，作孽呀！我妈叹气，我不意外，何淑清他爸和他们也都有这个病，他大概率也有基因缺陷。和家人曾经把我们在鼓里，自然也会算计姚血，他们有没有来骚扰过你？大伯家还安生吗？我担忧何属亲家，还是对那套房子不死心，大伯家对商铺归我可能也咽不下气。我妈云淡风轻的反手，说何树清被司法拘留后就怂了，他只称也被大学撤掉，降级为助教。
听说他的新岳丈师副校长，他忙着讨好老婆娘家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再来招惹你？你大伯吗？中风住院了，你堂哥10天半个月也不来一次，他还得靠你婶娘和你爸轮流照顾，能关心吗？我勾了勾嘴角，问我妈需不需要给他找个地陪，带他四处转转。不用，我报好了华人旅行团，明天去长滩岛。你中共有空就来。我妈头都没抬，专心看旅行团微信群里的集合通知。我妈说的不完全对，她的容光焕发不仅是因为有钱了，而是因为她终于开始自私的生活。她发现甩掉妻子、母亲、儿媳、弟媳，走离这些桎梏后，作为自己也可以自如生活。亚热带的海风暖烘烘的涌进车里，路边的椰子树在夕阳中摇曳。我迟钝地意识到，我的新生活也已经开始了，全都完结。